当然，换个角度来说，每个国家一定想办法要找到自己经济上很重要依赖的一些产业这才可长可久。那2007年温家宝时常也提过了，中国的经济发展有一个特色，就是它的不平衡那我们从这个恒大事件，大家可以联动看到，中国很重要的一个占比，大家都是来自于所谓的房地产业的这些发展。但恒大一出事之后，整个骨牌效应的影响就非常的大那当然也有人乐观的说啦，说那就是一个危机，就是转机的机会不管是他们刚刚提到的中国的绿色能源啦，或者很多的一些硬经济相关的一些发展，真的会是如此吗？老师您怎么看呢？我觉得美国有很多这个拥抱熊猫派的马屁学者。我最近看到波士顿大学有一个全球发展政策研究中心的主任，叫做 Kevin Gallagher， 他呢写了篇文章，标题是中国对西方发起的气候变化挑战。这篇文章呢被中共新华社下属的参考消息报翻译转载了。那这个参考消息报呢，是几十年来专门刊登翻译成中文的有利于中共的各国言论，它也会转载那些冒充外国媒体的中国海外大外宣媒体的吹捧文章。那么参考消息报登这个嘎拉格的文章的时候呢，他介绍了嘎拉格的观点，说中国现在准备停止境外的烧煤发电项目的投资，就是在发展中国家不再帮着建烧煤的发电项目，说这符合西方开发清洁能源的政策方向，有助于实现全球气候目标，也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新机会。我觉得这是个有趣的说法。我们要问的是，这个嘎拉格提的这个主意是好主意还是馊主意？那么要搞清这个问题呢，我觉得想对清洁能源这个政策怎么由来的，做一些简单的分析。我们时间不多，我就简单介绍一下。因为今年5月，我在大纪元网站上发表过2篇文章，一篇是全球暖化为什么失踪了，第2篇是气候政策少为人知的迷惑。那么在这2篇文章当中，我都分析了气候政策本身的荒谬。因为近年来欧美各国的气候政策都是来源于全球暖化，所谓 global warming 这个假设。那么过去几年来呢，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全球暖化这个假说已经悄悄地从各国气候政策的文件、口号、宣传当中消失了？为什么全球暖化会消失了？那么全球暖化它指的是说地球的大气和海洋因为温室效应而温度上升，造成气候变化。但是呢，这个说法实际上并非科学上无可争议的结论。你比方去看联合国的报告，他说是人类影响可能造成全球暖化。那么在科学领域里，这就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还有完全相反的含义，那就是人类活动的影响也可能未必造成全球暖化。那么维基百科在介绍全球暖化这个词的时候，第一句话说的是什么？他说此条目论述以部分区域为主，未必具有普世通用的观点。这个拐弯抹角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并不存在所谓的普世通用的全球暖化。《华尔街日报》2018年7月5号刊登过一篇文章，其中有一节小标题叫做“全球暖化的预言站得住脚吗”。作者是 Pat Michaels 和 Ryan Bow。那 Pat Michaels 是美国一位农业气象学家，他曾经是华府有一个智库叫做 Cato Institute， 他的科学研究中心主任。那么这位文章的作者介绍呢，最早正式提出来全球暖化的是美国 NASA， 就国家航空航天局的一个科学家叫 Hansen， 然后出现了全球将迅速变暖的说法。那刚才《华尔街日报》那篇文章的作者就是说自从汉森的这个全球暖化推断问世了以后，全球的地表温度从2000年以来并没有显著上升。那如果对比40年来为全球卫星温度监测项目所观测到的实际数据，这个实际上呢是联合国有一个叫做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聘来的这些专家们，他们的预测数据是把地球温度的上升幅度夸大了1倍。
那么从网上查到的研究报告是这样说的：从1999年1月到2008年12月，全球温度的变化是正负0.07度，也就是说基本上稳定，温度变化在7%之间，就连1/10度的变化都没那么大。那么，联合国的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1990年组织了一次全球气候变化评估，1992年发布了第一份联合国这个委员会的气候变化评估报告。这报告说呢，温室气体排放在大气中的积累将导致气候变化。实际上呢，这个委员会聘用的那批专家呀，他们制作的数学模型当中是出现了气温下降的趋势的。那么为了掩盖这一点，这些专家就把报告当中相关的数据全部删除了。然后后来又爆了一个很大的丑闻，就是英国气候研究中心主任 Phil Jones， 他的电子邮件因为被盗而曝光了。结果大家发现说，这位Phil Jones 他是地球变暖理论的主导者，他为了证实他的全球暖化理论成立，就放大了有利于证明气候变暖的数据，掩盖并删除了否定气候变化的暖化的数据了。那么联合国在关注这个全球暖化，是不是证明说联合国就是全球的总指挥，他说什么就一定对呢？错了，因为联合国是一大批发展中国家的支持这个说法。那么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巴黎协定呢要求发达国家掏钱给发展中国家，帮他们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那么中国也是受益国之一，所以那些等着拿钱的发展中国家是坚定的支持巴黎气候协定，无非就是为了在西方这个支持西方社会当中各种名目繁多的资助和补贴当中捞一把而已。那么在西方国家呢，研究全球暖化事实上成了一个行业，也是一群人的饭碗，同时也让一批人靠相关的生意发财。那现在呢，在欧美政府有关气候政策的用语里头全球暖化这个词已经早就消失了。因为呢，经历了几次酷寒的欧美国家的酷寒的冬季以后，现在再继续说全球暖化，已经基本上没有人相信了。但是呢，全球暖化作为政策并没有销声匿迹，它摇身一变成了气候变化，叫做 climate change。那么这个词 climate change 气候变化呢，是小布什任总统期间首次使用的。那么在他的任上，全球暖化就被气候变化所代替了。问题是，气候变化是个什么东西？它从来没有定义。全世界的气候有没有从来不变化？当然不可能。现在的问题在于全球暖化论的破产遭到了政治正确派的阻挠。政治正确派在各国的势力出于自身政治经济上既得利益的需要，用政治力量去压制对全球暖化的批评，同时强行推销已经破产的全球暖化论的各种判断，再用这些判断做依据，硬性的推行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各种政策，通过主持全球峰会试图把这种政策呢变成各国的政策法规。我举几个例子。最近国际气候峰会提出了2050年要达到碳中和，所谓的 carbon neutrality， 要达到这个目标。实现的方法是3个，就是要达到碳中和，就是二氧化碳净排放为0。方法是3个，第一个叫做多植树造林，多吸收二氧化碳；第二个是用风能、太阳能代替煤炭、石油；第3个是付钱让发展中国家减少二氧化碳排放。但是我告诉大家一个真相，这一开始就是糊弄人的、假的。为什么？这个达到碳中和这个目标的第一条叫做多植树造林，吸收二氧化碳。但是我想告诉大家，实际上气候政策的研究者是拒绝计算各国现有植物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的，理由是太复杂了，算不出来，我们不算了。你既然不算了，你怎么能拿它作为这个达到碳中和的目标呢？你根本就不知道全球植物排放多少二氧化碳呢，所以你的碳中和不就是一个胡扯的说法吗？
就是从发达国家纳税人口袋里拿钱去分给其他国家。那么，所以啊，这是一个很昏庸的，从全球暖化到这个胡乱计算碳中和这么一种研究背景下，这个气候政策呢，不仅仅是要求全面的替代所谓化石能源，而且呢，它的成本是极其昂贵的。但是呢，坚持气候政策的这个政治正确派啊，他是继承了共产党那个左派的那一套，叫做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我举德国的例子，大家就能知道，德国政府是长期在强行推广绿色能源计划。他们说服公众的理由之一就是说，能源转型虽然成本巨大，一旦转型成功，电价将非常便宜，因为太阳能和风电不要成本。那么德国从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比例不到10%上升到现在40%，这个过程有20-30年了。电费涨了多少呢？电费最近10年里涨了50%，涨了一半，而且这还只是电费涨价的开始。电费上涨是看不到尽头了。最近，德国的天然气和电的价格已经宣布明年上涨15%，那明年以后还会更贵。所以中共真的会傻到模仿欧美这种做法吗？那是很明显的经济自杀，不算经济账，只算政治账，而那个政治账是一盘糊涂账。我在前节目里也提到过，习近平和拜登正在玩游戏，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来交换关税减免，因此断电。那么中共呢，也还想通过出口廉价这个太阳能电池板啊来赚大钱。但是中共庞大的经济是不会长期坚持减碳排停电的，它也不可能单纯靠出口太阳能电池板来支撑整个经济。那么当然有人说了，中共可以实现高科技的这个经济结构升级，那这个问题呢，今天我们就没有时间讲了，我们以后可以来讨论。实际上苏联的垮台就给这个问题已经给过答案了，只是我们还没有时间具体来分析。